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台虎精酿。现在的话，主要是介绍一下我们所有的厂房跟设备的制成。然后第一站的话，主要是我们的麦芽的传麦室，也是我们的麦仓。所以我们这边的话，福德厂的话，其实比较自动化一点，所以我们的传麦系统也可以在电脑里面设定好之后，然后它自动帮我们去做称重跟传料。所以现在看到的话，就是我们的传麦的设备。然后在隔壁的这个的话，是我们的碾麦机，这边也算是啤酒制成的第一站，所以它会先传麦，然后称重好之后，然后用适合的温度的水，然后去做碾麦。再来的话，就会看到我们的整个糖化的设备到我们的2楼，然后我们的设备呢也比较大型一点，所以我们一个批次呢大概是5吨到8吨的酿造量。你可以帮我看一下 Brew House 的灯吗？然后它的麦芽其实主要在糖化，就是要把淀粉分解成小分子的糖，然后溶在液体里面。我们的第一个步骤叫糖化锅，利用蒸汽的温度去让它维持一个温度之后，然后因为我们本身麦芽里面就有酵素了，所以它酵素会去把淀粉给分解。然后在第2步的话，到第3个桶槽，所以它是过滤，所以我们开始会把麦芽的渣跟麦汁给分离。然后再来的话，就会到煮沸锅。煮沸的功能其实最主要的话，就是把一些不好的味道给煮掉。然后再来就是会杀菌，然后在这一步骤也会添加一些啤酒花。喝到一些比较有苦的风味的话，就在这个阶段的话，也会有一些苦味的产生。所以啤酒花也是需要经过热，然后它去做到异构化之后，它才会产生苦味。然后在最后一个槽呢，它就是煮沸完了之后，就会到回旋沉淀。然后它主要就是把一些我们刚刚煮沸的一些渣给集中之后，然后我们只抽取一些干净的麦汁，然后去做冷却之后，就会进到发酵桶去做发酵。我刚才所介绍前面的这制程的话，就是在做麦汁。对，这个步骤只是把我们的麦芽变成麦汁，但变成啤酒的话，就会等到它冷却完了之后，进到发酵桶，它跟酵母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开始发酵。所以啤酒主要就4个原物料：麦芽、水、啤酒花跟酵母。等于说我们锅炉的蒸汽的使用是在这个之前。对，对，那到发酵之后就不会再有。发酵的话也会有，因为我们在清洗桶槽的时候会使用到蒸汽去加热我们的药剂去做清洗，所以其实我们整个厂区所有蛮多地方的设备都会用到蒸汽，所以只要会用到蒸汽，就会用到3浦的锅炉。对。这话就是我们主要的桶槽发酵的区域，就是我们麦汁进行冷却之后呢，就会进到发酵桶，然后再跟酵母结合之后，它就会开始进行发酵。所以发酵的时间大概是在3周到1个月多不等，就是看我们所要酿的酒款，不管是它的酒精度，还是它酵母的特性，还是我们发酵的温度，都会影响到它发酵的时间。然后我们现在福德的厂区的话，有3个桶槽的尺寸，最大的桶槽是25吨，再来还有15吨，还有7吨。所以刚刚有提到说最大的桶槽的话，其实可以产出的话大概是1700箱500cc 的酒，然后330的话就大概2400箱，这也是我们大概1天的产能。就是我们生产，然后酿酒的话，其实我们一个批次是5到8吨，那我们1天的话大概酿1到3个批次，所以我们现在1年大概就是差不多在3000吨左右的产能。主要就是我们发酵区的操作的地方，然后像刚才糖化设备的话，其实应该是已经算是蛮自动化，但是我们的发酵区的话，其实还是需要人工去做接管，然后机器去半自动的辅助我们做清洗。然后再来是中间那个转换板的话，有在生产的时候跟没有在生产的时候，其实看起来都差不多。我们所有的产品都在管路里面去做传送，所以像刚刚做好的麦汁的话，从糖化设备转移到发酵桶也是经过转换板，然后我们要移除酵母的时候，会去离心或者是磨过滤的时候，也是从转换板移到设备，然后再转到另外一桶，然后去产品充填的时候，也是从转换板转到我们的充填机去做充填。所以其实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在管路里面去做传送。其实啤酒厂有大概60-70%的时间，其实都一直在做清洗，因为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开始生产前也要做清洁跟杀菌。它罐子可以下来，对，然后进去，然后装点。
变干。对，然后呼应之后，然后再转正，转成正的。对。然后之后就是异味器，就是它侦测它的那个异味有没有到。然后之后这边就是那个所谓的套标，对，就把它套下去。然后就是刷标，让它。套它不会整个套到皮肤啊，把它刷下来之后，这个是收膜机，就是遇到热它就会收膜。哦。这个一定要过去，然后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锅炉吗？我们终于换了三浦的锅炉，谢谢。现在是我们酒厂稳定的战力，对，它相当的好用、耐用、实用。那想跟大家说，就啤酒的制成啊，有哪些环节会使用到锅炉？其实我们从一开始的行话，然后到设备的清洁，然后到我们最后成品的杀菌，其实都会用到锅炉的蒸汽。因为我们其实蛮多设备都需要做到加热，都是靠蒸汽锅炉给我们产生的热能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一些制程上的事情。那想请教说，跟我们之前用的旧式的锅炉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心得吗？其实最简单的第一点的话，它从开启其实都已经带给我们同仁很多的方便。它其实一键式的启动，然后再加上它自己稳定的电脑的上面的控制的话，其实也不需要我们一直不断的去关心它现在运作的怎么样。基本上我们现在使用的话，光是我们不用人一直去看它的便利性，其实就跟以前的锅炉其实有蛮大的差别。那就是说，它当初换这种契机是什么样的？其实就是刚好我们那时候旧的锅炉，其实也大概使用了7年的时间，然后开始有一些维修上的需求。但是因为在台湾的话，他们没有所谓的维修的服务，所以其实我们基本上都要跟国外去做接洽，然后备品的取得上面时间也非常的久，而且价格也非常的昂贵。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考量了真的要换台湾在地三浦锅炉这个服务，平常的时候有一些维修，然后再备品的取得的时间也比较短。对，而且有问题的时候，其实都会可以快速的得到一些答案，这才是我们最重要更换旧的锅炉的契机。他当初是有什么机会认识到三浦的锅炉？其实我个人的工作经验刚好有锅炉的使用经验，在台湾的话，基本上跟三浦已经算是合作蛮多年的，所以这一次刚好有新的锅炉的需求，跟三浦一直以来有保持一个很良好的关系，所以这时候直接就选择了三浦锅炉。对，好，谢谢。所以上班的时候是可以喝啤酒的嘛？对了，当然因为我们还是需要自己看看我们自己做出来的产品，不管是半成品还是成品，其实我们的操作人员都会试喝一点点。对，但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没问题。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按赞、加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次见喽！这是我们的台虎嗨品，然后也是我们的拉格的系列，算是我们酒厂比较清爽的一款酒，大概有酒精度达是5%。5%，好，那我喝一口看看。